大家好，欢迎收看爱上电子。今天咱们看一下这个定时插座。这个定时插座呢，它能够显示日期、时间。这时呢，它可以用设置按键来设置相应的开和关。它可以设置18个时间段的开和关。下面我们看一下它的内部构造。这边有2个螺丝，卸下来以后呢，就把它打开了。它内部有2块电路板。这个主板呢，主要是用来给这个电池进行充电，另外呢，还给我们的继电器供电。这边这个主板呢，就是显示的一个主板，这端有4根线，这4根线里边呢，一个是 D 线，一个是供电线，供电是 1.5 伏，另外呢，还有一个是控制线，是控制继电器的开与关。除了供电池的 1.5 伏供电线以外呢，还有一个供电线是把我们这个输入的这个电压再供到我们的屏上，进行一个背光的点亮。这就是它的显示屏面板了。这上面有一个晶阵是 32.768 千赫的，如果这个晶阵坏了，这个屏是会不显示。另外呢，这个3极管是给我们的继电器提供触发信号的。当这个3极管导通的时候，受这个芯片控制，当3极管导通的时候，继电器是断开的；当3极管截止的时候，继电器是闭合的。这个位置有一个3极管是给背光提供供电的。我们再看这块板，这个是阻容降压的电容，这端是220伏输入，经这2个电感进来以后，经阻容降压，经整流桥整流以后，给我们这个电路供电。主要是给继电器供电，还有给这个电池充电。这个继电器的长开点上接了2根线，这2根线分别接在输入的火线和输出的火线上，它的开与关就决定了我们定时开关的开关。这端是零线，是直接接在输出和输入端的。下面我们看一下这个电路的构成。220伏输入以后，这端加到整流桥的交流输入端，这端是通过我们阻容降压的电容和这个电阻限流以后加到整流桥的这端，然后通过这端输出负电压，这端输出正电压，然后经电容滤波，这个负电压呢直接送到我们这个电池上，这端有一个充电电池。这个正电压呢是通过这儿，通过我们的继电器的线圈，然后呢，通过这个电阻加到这个3极管的基极，同时呢，这个继电器线圈的这端呢是通过这儿，然后通过这儿给我们这个3极管的继电极供电。另外呢，通过100欧的电阻经电容滤波以后，经这个稳压管稳压，这个稳压管是一个 2.4 伏的稳压管，稳压以后再通过一个2K 的电阻限流，这个2极管整流以后，通过这儿然后给我们的电池进行充电，同时给显示屏进行供电。另外在这儿，也就是线圈的这一端，通过一根导线，通过这个引脚给我们的背光供电。这个2极管、这个3极管还有这个3极管来控制我们继电器的开与断。这个3极管的发射极和集电极是与我们这个继电器的线圈并联的。当这个3极管导通的时候，这个继电器的线圈就失电，所以就断开了，长开点断开。当这个3极管截止的时候，由于线圈得电，所以长开点闭合。我们看一下这个图，这端是220伏输入，这是火线，这是零线，这有一个小的电感进来，加到整流桥的交流输入端。这端是继电器的长开点，这个是火线输出的插座，这是阻容降压，通过阻容降压进来，降压以后加到整流桥的交流输入端，正端输出正电压，负端输出负电压。然后这是继电器的线圈，这儿并联了一个2极管，防接风的。然后在继电器线圈上并联了一个 PNP 型的3极管，发射极接在这端，然后呢通过 10K 电阻接基极，下边是通过 10K 电阻接一个 NPN 型的3极管。这端是接 MCU， 当 MCU 输出高电位的时候，这个2极管反偏截止，
这时这个位置由于这端是有电压的，所以这是高电位，这个三极管导通，使我们这个三极管的极极为低电位，它导通。它导通以后短路了继电器的线圈，所以继电器的常开点就断开了。当 MCU 输出低电位的时候，这儿导通，这个位置为低电位，这个三极管截止。由于它的截止使这个位置为高电位，所以这个三极管就截止。这时继电器线圈得电，常开点闭合，插座向后级输出220伏电压。同时我们看到通过这儿呢始终是有电压过来，然后这儿有一个100欧电阻，然后通过这个 2.4 伏的稳压管接地，这时这个位置为 2.4 伏，再通过一个 2K 的电阻线流，这个二极管隔离以后给这个电池进行充电。这个电池呢是一个 1.5 伏的电池，这个电池呢主要是向我们前边的显示屏供电。另外呢，在我们插座拔下来以后呢，它还给我们的插座继续供电。好，今天咱们就到这里，谢谢大家，再见。